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怀孕5个月，婆婆叫老公的亲妹妹来我家住，美其名曰照顾我。可是住进家里后，她当起了大小姐，让我给她做饭。我笑了，不好意思，这个家的房子、车子都是我的婚前财产，你们兄妹可以滚蛋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开车去接柳依依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到了她露腰吊带和齐臀短裤，这穿搭在上海都不算很多见，不过穿衣自由，我也不过就是她嫂子，人家父母都不管，我管什么呢？哥哥，好久不见。他一看到我老公柳承思就立马扔下行李跑过来。柳依依和我老公柳承思关系好，是我结婚之前就知道的。据说他们俩在我老公18岁的时候还睡在一起呢。他说他们爸妈工作忙，柳依依算得上是他一手带大的，我也就勉强可以理解。不过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我总觉得柳依依看到我的时候，明显翻了个白眼，撇了撇嘴。我忽然就想到3年前婚礼的时候，柳依依穿着华丽的汉服，后来敬酒的时候，有好多人都把她当成了新娘。柳承思也没有任何解释。我本以为2个人亲热一会叙叙旧就可以了，就站在旁边等着。结果等了半天，2个人还粘在一起。我挺着个肚子站在旁边，我都感觉得到旁边路人诧异的眼神。直到听到一个女生说了句：“大城市就是不一样。”原配看着小三姐和自己老公贴贴，这才实在受不了，上去拉住我老公胳膊说了句：“承思，回去吧，天也热，车上凉快点。”可我却没想到，柳依依白了我一眼，直接一把拉开我的胳膊，说：“大街上拉拉扯扯的影响多不好，不是哥们？你刚刚自己在那里拉拉扯扯接近半个小时，这时候想起来印象不好了。而且这不是我男朋友，我拉一下胳膊怎么了？我本来也脾气不好，被气得一个气息不稳，加上怀孕肚子大。”没站稳，直接摔在了地上。就这一下，就让本来就注意着这里的围观群众直接围了过来。不是，大妹子，你再怎么样也不能打孕妇啊！一个看起来40多岁的东北大神走过来，就开始谴责柳依依。不是，我没有，我就是不小心碰了一下。柳依依看到我摔倒在地上的时候，还笑了一声。可是随着围着的人越来越多，脸色也变得有些发白。我没有，是他自己摔了，想要污蔑我。说着就伸出指头，指着我的脸。我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坐在地上，却发现柳承思只是呆愣愣地站在那里不动弹。还是一个热心群众对柳承思说：“那是你老婆不？赶紧给人扶起来呀！就让人家在地上坐着。”连一个陌生路人都知道要扶我起来，柳承思却一点没有反应。直到听到这句话，柳承思才如梦初醒般的慌忙的想要扶我起来。这时候，周围的人的议论声也大了起来。我靠！当着正宫的面和小三搂搂抱抱，小三把人家孕妇弄倒了，都不知道扶起来。我抬头就看见周围的人眼里对我满是同情，不由觉得有几分好笑。也就是这时候，柳承思才慌忙地解释道：“不是，这是我妹妹。”谁知道这句解释就好像热油里面掉入了冷水，激起来更加激烈的讨论。不是，和妹妹贴这么近，不知道，反正我看见我哥就恶心。妹妹，我看是情妹妹吧。柳承思和柳依依也听不下去，直接钻进了车里面。不是，你们2个上车了，我搬行李啊。柳依依那个行李箱
一看就特别重。这时候我都愣了一下，2步走到副驾驶旁边，我敲了敲玻璃，说：“来办行李，你照顾我还是我伺候你？”柳依依面上的表情明显愤愤，说：“你就搬一下怎么？”看着周围群众玩味的眼神，他也有几分说不下去。我冷眼看着他说：“你不搬，就让你哥下来搬。副驾驶下面有我的包，给我。”柳依依翻了个白眼，拿出来我的包递给我的时候，却故意举高了，看了一眼牌子：“香奶奶，这个包不便宜吧？你仗着怀孕就这么花我哥的钱？放心，哥，我肯定看着这个女人，不让她乱花你的钱。”听到这里，我几乎忍不住冷笑一声。远处拿行李的柳承思也不由得僵住了身体。我扶着车框，一字一句地说：“这个包、这辆车，包括等会你会去的房子，都是我买的，1分1毫都是我的钱。事实就是如此。”柳承思不过是个双非本科毕业，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就在上海送外卖。而我本科985，后来更是在前10的学校读研。回国之后不久，工资就已经过100万，加上我父母的资助，很早就在上海买房。至于柳承思现在体面的工作，也是我托父母的关系给他找的。柳依依愣了一下，低下头嘟囔了一句：“真败家。”远处的柳承思也感受了周围人的指指点点，连忙几步走上来，打开后备箱，把行李放了进去，紧接着就皱着眉头朝着柳依依说：“好了，依依，少说几句，回家再说。毕竟是我老公，该给的面子还是要给。”我也就没有继续说什么，拿着包坐在了副驾驶。柳依依撇了撇嘴，冷着脸色坐在副驾驶，不论柳承思怎么道歉都不搭理。回家之后，柳承思说要去外面的餐厅吃饭，一听他张口就说要去 CR， 我笑了一声问：“你请客定做了？”CR 是一家消费很高的餐厅，靠窗的座位可以看到黄浦江的景色，基本都要提前1个月定做，定金就要3000元。他前段时间才给他家里打了10万块钱，就靠他1个月4000的工资，怎么可能有余钱去定做？不过我爸是这家店的股东之一，有专门留给他的位置，我去了也可以直接坐。没有。柳承思愣了一下，没定座位怎么去？我反问道。白天柳依依推了我一把，他没有道歉，也没有让柳依依道歉。这个坎在我这里可还没有过去。你不是有座位吗？他抿了抿唇说道。我轻笑一声说：“那是我的座位，又不是你的。而且我现在怀孕，要吃清淡的。那你晚上要做什么？这会还不出去买菜？”柳承思被我下了面子，还是当着他妹妹的面，明显有些不高兴。是你妈说让我辞了保姆，没必要给外人给钱，让柳依依来照顾我。我看着他说：“1个月3万，这在上海也不是低工资了。更何况你妹妹没经验，是她来照顾我，不是让我伺候她。我一个孕妇给她做饭，花钱了还要我干活。合着好处都让你拿了。”被我这几句话呛得厉害，柳承思也有些生气，他一把攥住我的胳膊，说：“那是我妹妹，不是你仆人，那就把3万块钱还我，让她做她的大小姐。”我回了一句，空气沉默了很久。柳依依忽然说：“我们俩出去吃，别管他了，哥哥。”也许是这句话触及了柳承思的哪一根神经。柳承思叫柳依依想去卧室待一会，他蹲在地上，仰头看着我说：“对不起，刚刚是我脾气不好，依依没做过饭，我陪你去买菜，咱俩一起做饭好不好？不管怎么说，都是我老公，我也给他这个面子。”就点了点头，给了个台阶。回去买菜的时候，柳承思也给我道歉。
这个事情也就算过去了。可是回家之后，我就发现房间里面蔓延着一阵浓烈的香水味。一进家门，我就看到次卧的大门大大敞开，里面的床上堆满了衣服。柳依依手里一边拿着我的项链，一边拿着手机，看到我们回来，匆忙地说了句什么，就把手机藏在了背后。我有些听不清，但是也能听到一句什么，下播了哥哥们，直播。不过没有听得很清楚，也没有多问什么，只是把手里的菜袋子放在了餐桌上，然后朝着次卧走过去。我衣服多，换衣间的衣柜有些放不下，就把一些不常穿的衣服和不常用的配饰放在了次卧的衣柜里面。也怪我没有提前收拾，可是我也没有想到柳依依可以直接翻找我的衣柜。我看到柳依依面上有几分心虚，但也没打算放过她。有的事情父母不教，那我这个嫂子教也合理。我看着柳依依的动作，轻声问了一句：“你在干什么？你应该知道，乱翻别人家里是不礼貌的吧？”柳依依也有几分害怕，憋着嘴，眼泪哗啦啦就流了下来。可能是刚刚才和我和解，柳承思还不想继续吵架，就顺着我说了句：“依依，快给你嫂子道歉。”柳依依嘟起嘴巴说了一句：“这不是你家吗？我和你才是一家人，凭什么我要给这个女人道歉？”我听到这里几乎忍不住气笑了，顺手拿起来地上的一件衣服，说：“搞明白一件事情，这里是我家，房子是我买的，和你哥没有一分钱的关系，哪有怎么样？结了婚不就是我哥的？而且那些衣服一看就放了很久，你都没有穿过，我看看又怎么了？”柳依依这句话看起来理所应当极了。这时候柳承思也改口劝说我道：“对呀，小曼，这些衣服你也很久没有穿过了，给依依穿穿又怎么了？我不穿这些衣服又不是我不喜欢，只不过是因为怀孕肚子大了，这些大牌的衣服又码数特别紧，肚子稍微大一点就穿不了了。”我说：“怀孕暂时不穿而已，我又不是一辈子都不穿。”柳承思却说：“你肚子也大了，就算生了孩子，肚子肯定也回不去之前那样了，你就给依依呗，你又不缺这点钱，以后再买就可以了。”我实在是懒得继续纠缠，指着柳依依的鼻子就说：“我现在去做饭，回来之前给我把衣柜收拾好。”可没想到柳依依嘴一撅，就从眼眶里面流下了眼泪，也不理我，就直愣愣地看着他哥哥说：“他才是你家人，我不是了，骗子！”说着就直接扭头跑了出去。摔门的声音大得我感觉房子都震了一下，而柳承思明显也慌了神，看都不看我一眼，就直接追着柳依依跑了出去。神经！我一个人也没兴致做饭，正好之前柳承思提到了 CR， 就给经理打了电话去店里吃饭。正巧吃饭的时候遇到公司里面的一个小实习生，也是名牌大学毕业。他说想请一个女生来这里吃饭，想要提前试试菜，可是没做好攻略，不知道还要提前定位置。我就带着他一起进来，不想柳承思和柳依依那些破事，听小实习生聊他的大学生活，倒也让我想起来青春的味道。回家的时候，柳承思趴在沙发上打游戏，柳依依已经换了套衣服，穿着粉色带兔子图案的短吊带，趴在柳承思旁边看他打游戏。柳承思还时不时扭头看柳依依一眼，两个人笑盈盈地聊着天，活像他们俩才是一家人。我就是个无关紧要的外人，感觉到他们俩的距离实在是太近。出于对这个小姑子的关心，我还是说了句：“依依，你年龄也不小了，还是要有一些分寸感的。”自觉我这句话虽然有些严厉，但也说得在理。
可是谁知道柳依依听到这句话，就抬头瞪了我一眼，说：“什么分寸感？这是我哥哥，我和他亲密一点怎么了？你也知道他是你哥哥，而且他年龄不小，已经结婚了。”柳承思也劝说道：“小曼，别太不高兴，你也知道是我一手带大依依的，我们俩关系好，我们就是兄妹恋关系好。”柳依依撇撇嘴说道：“别一副谁都要和你抢老公的样子。”听到这里，我也没兴趣再劝，便给柳承思说：“你去把次卧收拾一下，等会让依依住那里。本来次卧是留给孩子的，不过之前一直都是让柳承思父母偶尔来的时候住，现在则是让柳依依去住。柳依依来得匆忙，加上前不久才辞退了家政，我没来得及收拾。”这个柳承思难得的停顿了一会，接着开口对我说：“小曼，要不你住次卧吧？”啊！听到这句话，我属实没反应过来，愣了一下。也许是第一个字说出口，后面的就好说了。我清晰地听到柳承思说：“小曼，你怀孕月份也大了，我怕我睡觉动作太大，不小心碰到你和孩子，而且我打呼噜，你睡在次卧也安稳一点。”如果是平时柳承思说这一串的话，我肯定觉得非常安慰，觉得他非常为我着想。可是现在却面临着一个问题，那依依住哪里？给他租个房子还是订个酒店？我问道。上海的房屋租金不便宜，酒店也贵。既然嘴上说着是他来照顾我，那肯定是我给他订，真是给自己请来个祖宗。依依就和我睡吧。听到这里，我脑子差点没转过来弯。俗话说男女3岁不同席，结果你们俩一个人19，一个人27，住在一起，依依也不小了，你们俩住在一起不太好吧？我犹豫了一下才说：“怎么就不好了？我和我哥打小就住在一起，你才是第三者。”柳依依听到这句话，立马就窜起来反驳了我，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反问道：“第三者？我和柳承思结婚领证，符合法律的夫妻关系，在柳依依口中成了第三者。好了，依依，少说2句。”柳承思说：“这也是为你好吗？这样你和孩子可以休息得好一点，依依也不用出去住，省点钱。那你可以让依依睡卧室，你住在客厅。客厅的沙发是那种沙发床，虽然睡觉不是很舒服，但也可以睡人啊。客厅人来人往的，多不好。”听到我这句话，柳承思明显愣了一下，挠着头憋出了一句解释：“一个是你老婆，一个是你妹妹，你住在客厅，没什么吧？”我又补充了一句：“我睡觉早，不会吵到你的。我们2个人睡在一起，怎么你了？这么不情愿？”柳依依瞪着我说：“别拿你那种看什么都脏的眼神看我们，真是伟大的兄妹情。”也不想多说什么，我就点点头，让他们俩住一起。到房间之后，我就用手机账号搜了搜柳依依的短视频软件账号，不出所料，她的确是个小主播，1、2万粉丝。我翻看了一下视频内容，基本都是没有营养的擦边与卖萌。自从怀孕以来，我就睡眠不太好，虽然房子隔音不错，但是还是感觉隔壁主卧有声音。第2天不上班，我醒来之后走到客厅，却发现乱糟糟的，抱枕扔在地上，地毯上全是瓜子壳，血压不停地升高。直到柳依依打开房门，我忽然冷静了下来，就好像一盆凉水浇到了我的头上一般。我清晰地看到柳依依的脖子上有许多红印，双腿虚浮，走路的姿势怪异，尤其是她膝盖上面还有2片红色。我已经结婚3年，也不是傻子，自然知道她身上发生了什么。柳依依的吊带滑落到肩膀，她睡眼惺忪地问我：“
早餐呢？怎么这会了你还不做饭？我要吃灌汤包和皮蛋瘦肉粥。我几乎要气笑了，说我不做饭。哦，那你要出去买吗？给我带个豆浆油条吧呢。我哥应该要吃包子。听到他这几句宛如自己是这个房间女主人，而我是佣人的话语，我几乎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其实是雇来的家政阿姨。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妈叫你来是叫你照顾我，而不是让我照顾你的。我几乎是压着脾气才不让自己发火。其实叫她来，我也没指望她真的能照顾我什么，偶尔打扫一下卫生就可以，就当发慈善给她提供工作了。一家人养她一段时间我也不介意，可是她这一副明摆着把我当仆人的语气，我可真的是忍不了一点。这时候我忽然就看到一个男人从我家主卧走了出来，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我看错了。男人脸上一脸贴足，脖子后背满是女人的划痕，但是这个男人对我来说是彻彻底底的陌生。他是谁？我指着这个男人说：啊，朋友而已。柳依依脸色有些奇怪，推着男人走出了家门。我真的懵了好一会，才那个柳依依的胳膊说：你让一个陌生男人来我家里住。我尾音蓦然升高，柳依依狠狠地瞪着我看。这时候开门声响起来，柳承思进来说：怎么了？我说起那个男人的事情。柳承思愣了一下，解释说：哦，那是我朋友，昨晚喝醉了来我家住，我就去客厅住了。朋友？我还真不信就是朋友，但是也没有继续吵。他们两个人一起出去吃早餐了。我请了半天假，叫了人来安监控，安到一半，他们俩就回来了，问我安监控干什么。我说是怕我平时如果一个人在家里的话不太安全。我还特意解释了一句，只是在客厅安了。解释完这句，两个人好像松了口气一样。才怪，主卧我也安了，还特意安装了高清红外带夜视的摄像头。安完监控已经不早了，我也没吃饭，急急忙忙就跑到公司去了。结果那个小实习生过了会送了2块三明治上来，给我说：曼姐，怀孕不吃饭可不行。我一边吃饭一边打开手机，忽然就收到一条提醒：您关注的主播已开播。打开一看，却发现是昨天看柳依依的账号的时候，不小心点了一个关注。我看着她在我家里面开始自我介绍：这是我家，前段时间在老家住而已，哈哈，是我爸妈买给我的房子，现在和我男朋友住在一起。说着就开始拍我的衣柜，等会要出去约会，看看我穿哪套衣服好看呢。直播的观众直线上升，比昨天那100来个观众多了许多。今天有接近10000人观看。我去，妈咪的发卡，几千块钱一个，这里摆了一排。那个裙子好像是香奶奶这个季节才上的，10多万了。还有那个包，特别贵。可能是这些夸赞狠狠地满足了柳依依的虚荣心，她笑得非常开心。只不过也有几条质疑的话，说看起来尺码不太对啊，这个衣服的主人明显看起来要比主播高啊。点了，感觉主播好像是第一次见这些衣服一样。我本以为柳依依只是看看直播一下，营造一个富家女人设就罢了，却没有想到她直接是穿了起来。她拿上我的一件露肩的裙子，但是穿上之后整个腋下都露了出来。弹幕都说这是奢侈品，不坑穷人，设计太奇怪了。只有我知道柳依依纯粹就是穿反了。不是，主播穿反了吧？我见过这件衣服，那个链子是在后面。看到这句弹幕，也有许多其他观众截图去搜，然后发现的确是柳依依穿反了，开始喊话柳依依是不是她的衣服。可见柳依依的表情肉眼可见的变了。
随后叫过来柳承思给他解围。观众都夸柳依依命好，自己这么好看，家境好，哥哥也帅还温柔。过了一会，开始和观众连麦，连到榜一大哥的时候，我清楚地认出来，那个男人就是那天所谓的朋友。柳承思明显也和这个男人十分熟悉，两个人聊得很高兴。之后的好几天，我都没有回家，公司的事情太多，我作为领导，自然是要留下来的。基本就是睡在我搭在公司的小床上，一天到晚不离公司，也就是中午晚上叫上其他人一起去吃个饭。我也懒得回去看见那对糟心的兄妹。这几天我已经在联系律师，准备离婚的事宜。我晚上抽空看过几次监控，我只能说每次打开监控都要怀疑我要长针眼的程度，每次都是不同的人。结果没等我收集好证据，忽然就接到了我闺蜜的电话：“小曼啊，快看小绿书，有个八嫂子出轨的帖子爆了。”我怎么感觉那张照片特别像你？紧接着闺蜜就给我甩过来一个照片，照片上是我和公司的小实习生，就是那天我一个人去 C2 吃饭那天。看帖子的语气和博主的照片，我一眼就看出来这是柳依依。看着帖子里面信誓旦旦的捏造事实，我几乎要忍不住笑出声。过了一会，我就看到柳承思带着柳依依直直冲到了我办公室门口。柳承思开口就问：“那个男人是谁？你们公司的？”就这两句话，直接惊起其他的同事。这明摆着一副捉奸的语气，谁都看着出来。我没有关门，就听柳承思不停地输出。我说：“怎么那天让你带依依去 C2 吃饭不乐意呢？原来早就是约好了小情人，难怪天天加班不回家，和你那个男同事乐不思蜀了吧，苏曼？”柳承思的声音不小，周围好几个办公室都有人探出头来朝我看。柳依依抬着手机，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我看着柳依依说：“我们公司内部禁止录像。”他勾了勾唇角说：“又没录你们公司，录你呢，臭小三！小三，你说我？”柳依依重重地点了点头说：“不是你还能是谁？出轨还不承认？你怎么知道那个男生有没有女朋友？就算我真的和他有什么，顶多算我出轨，也就是一个人，可不像有的人天天和不同男人鬼混，好像是被踩了痛脚一样。”柳依依说了句：“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还不知道吗？我家一天出入多少男的，那是我家，不是你家。要是你家，你怎么搞我都不管你。”柳依依和直播间大佬每天缠绵，脖子上胳膊上都是红痕，而我连续加了4、5天的班，所有同事都能看到我在公司里。我很快就听到有人窸窸窣窣议论的声音：“不是，那个男的不是曼姐老公吗？我记得我见过。”然后那个男的说曼姐和小顾出轨，他们俩啥也没有吧？肯定啥也没有啊！小顾每次去曼姐办公室，我们不都能看到，而且经常被曼姐骂那么惨。不对，你们看那个女的脖子上，好激烈呀！而且听曼姐的意思，那个女生是她小姑子，带人去她家搞，只能说不亏都是名校高材生，推理能力都不算太差。苏曼，说你的事情呢？你说我妹妹干什么？可能是听到了周围的议论声，柳承思愤怒地大喊了一声。他什么也不说，倒也还好。这一句反倒是彻底激起了围观群众的好奇心。不是，他们俩是兄妹啊，长得挺像的。我靠，刚刚还以为是他们俩贼眉鼠眼的样子太像呢。我有点看不懂这个剧情了，让自己的妹妹在自己家和别人。我看柳承思被议论的有些恼羞成怒，也不想继续闹下去，说了一句：“离婚吧，柳承思。”
我比谁都知道柳橙丝丝想要离婚，还是想要借离婚要挟我。离婚是你心虚了，我告诉你，离婚的话，你要净身出户。听到我那句离婚，柳依依好像高兴得不行。听到这里，我几乎要笑出来。我说：“小妹妹，真以为这是言情小说呀？先不说我不是过错，没有任何错。我家的房子、车子都是我的婚前财产，结婚之前就写在我名下的。而且我的工资是你哥哥的几十倍，你吃的、花的、用的都是我的钱，你凭什么会觉得是我净身出户？”柳依依说：“你出轨了，我和那个男实习生。哦，对，你应该知道，造谣是违法的吧？我奉劝你赶快把那个帖子删了，不然我就会让律师起诉你。”柳依依被气得噎了一下。柳橙丝咬着牙说：“离婚，好，离就离，你别后悔。”紧接着两个人还要闹，却被匆匆来迟的保安赶了出去。我叫其他人都去工作，那个男实习生却留了下来。曼姐，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当时我不应该和您出去吃饭。我摇了摇头，告诉他没事，就让他继续去工作。晚上回家，我就看到我那个出轨的帖子出现在了各大网站的热搜，标题就是“100万收入女领导，潜规则男实习生”。可是说是相当有卖点的一个标题，熟悉我的人都认出我来，包括我领导都给我打了2个电话，我妈也打了个电话说：“你是不是要和柳橙丝离婚啊？离婚好啊，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这个实习生不比那个男的好，什么时候回来给我们看看？”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回道：“我和他真没关系，妈，没事没事。妈也不是什么封建的老古董，你喜欢就好。得了，解释不清了。得益于我家安保还不错吧，门卫都已经拦下来好几批想要进来撒油漆的人。但是事情也不能这样下去，我立马注册了一个账号发文主要是解释了对我的一些污蔑。我夜不归宿，和那个男实习生鬼混，每天都在加班，并且附上了我的上下班打卡。我数次和小男生单独约饭，每次都有其他同事在，并且附上合照。我不带老公和小姑子吃饭，却带着这个实习生去，解释事情始末，并且说明是老公要小姑子吃饭，并且没有定做。除此之外，我还重点说明了婆婆叫小姑子来照顾我，我开出3万块钱工资，结果小姑子什么都不做，要我照顾她这件事情。最后表明我已经寄出了律师函，就她影响我的这件事情提出了警告。因为出轨事件的热度很高，我的声明很快就也有了上百万的浏览量。评论里面不乏我的同事替我解释，许多吃瓜网友立马就转变了风向，开始为我摇鼓呐喊。不是吧，这么不要脸，这么诋毁自己亲嫂子，人真的是为了出名什么都做。要是有人给我3万块钱让我去当保姆，包伺候到位的。也就是这个时候，有人扒出来柳依依就是最近那个凭借着自己名媛大小姐家门当户对甜蜜恋情人设涨粉数十万的直播账号，就是这个诋毁自己富婆嫂子的小姑子。这还是因为有粉丝吃瓜的时候发现发帖博主其他照片和这位主播长得非常相似，结果这件事情的热度再次上去。故事就是小姑子拿着嫂子开的3万块钱远超普通家政的工资，住到人家家里面什么都不做，然后一边穿嫂子的衣服，一边不停叫榜一大哥来家里做客，把嫂子的东西据为己有，还说人家出轨。就这17一爆出来，好消息是柳依依涨粉数百万，坏消息是都是黑粉。
尤其是据说后来还有榜一大哥居然录了视频。那天闹翻之后，柳依依就和他哥暂住酒店。听说这2天一直有人在酒店下面堵着，撒油漆、扔臭鸡蛋，还不断有人邮寄花圈过来，给人家酒店的生意影响的不行，倒退房费让他们去隔壁酒店住。而今天我忽然接到柳依依的电话，说要和我见面。我看着柳依依全副武装到样子，忍不住笑出声。她说：“我过不好，对你有什么好处？”我说：“看起来爽。”我还是那句话，赶紧把律师函撤了。我哥勉强不和你离婚，他不离婚，他当然不想离婚。他离婚了，去哪里再找一个我这样傻缺又有钱的老婆？我笑着说：“你搞明白一个事情，现在是我要离婚，不是你哥要和我离婚。离婚的话，房子和车都得是我家的。你真的觉得我是傻子吗？为什么要把车和房子给你们？那都是婚前财产，和你哥没有1分钱关系。”柳依依说：“那我就让你身败名裂。”我挑了挑眉头，倒是真的好奇他怎么样可以让我身败名裂。接着就看到柳依依手机里一段事情，是那天事情结束后我和小实习生聊天的视频。这个角度看有点像在亲嘴。我冷笑一声说：“一个借位视频而已，你以为网友是傻子吗？何况我们公司有360度监控，可以再证明根本无事发生。不如你看看这段是视频呢。”接着我就放出了主卧的监控，你猜猜是谁身败名裂？如果我把这段视频发到你哥公司领导手机上，你以为你哥还能好好的给自己妹妹和榜一大哥拉皮条？柳依依倏然变了脸色，颤巍巍地说：“你怎么会有他们领导的联系方式？你骗我！你以为你哥的工作怎么来的？”我笑着说：“一个高中刚毕业的家伙，没有我爸卖人情，哪来的工作？叫他来和我谈。”隔天我就和柳承思商讨离婚，他却死活不同意净身出户。当然不能净身出户了，净身出户了，他哪里还能有几百平米的大平层住？转头我就把卧室的监控发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吃瓜网友很快就结合前几天的热搜，推断出事情的经过。兄妹诬陷嫂子出轨，想谋夺家产，同时哥哥还给妹妹和直播间榜一拉皮条，在自己婚房主卧里搞，事情闹得很大。柳承思的老板也问我意思，我说开了就开了吧。紧接着柳承思就没了工作。他几次想要找我谈谈，但是那几天我忙着堕胎，没空理他。后来我直接回复法院见，因为事情很大，加上柳承思属于过错方，法律判决对我十分有利。车房属于婚前财产，而我和柳承思收入差距很大，最终判决是柳承思只能拿走这3年来属于自己的工资。可是因为他断断续续给自己父母打了100万，所以他还要倒还给我几十万。他是彻彻底底在海市出了名，没有人会给他工作。至于他家乡，更是个小地方，容不下他。据说后来他去了西北一个小城送外卖。至于柳依依，自然是做不了主播，听说后来自己开了个小花店。最有趣的就是柳依依富家女的人设彻彻底底倒塌，网友的评论都说得很好听。后来柳承思的妈妈还来我们公司找我，想要闹事，可是根本连大门都没进来就被保安拦了下来。最有趣的是，柳承思一次送外卖违反交规出了车祸，丧失生育功能。柳承思妈妈想要抱大孙子的梦彻底断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
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